看过《甄嬛传》的朋友们都知道，皇后宜修人送外号打胎大队长，纯元皇后、富察贵人甚至是甄嬛都被她迫害过。而当梅姐姐有孕时，皇后却没有了动静，让梅姐姐生下了孩子。可皇后为什么没有对沈眉庄的胎下手？这不是对不起她的外号了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带着大家看看其中的原因吧。首先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太后不同意。太后和皇后都是出自乌拉那拉氏，所以皇后在宫里最大的靠山是太后，而太后作为上届宫斗赢家，什么都逃不过她的法眼。在富察贵人有孕时，皇后便唆使安陵容调香。你懂得用香料，就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。哼，春天了，连猫也要叫春，其他猫就会叫，可是本宫的松子却喜欢扑东西。成功把富察贵人害小产后，太后问起这事儿时，皇后将一切都怪罪在猫的身上。臣妾有罪，那个畜生叫松子，是齐妃送给臣妾，可是臣妾只是养着它来玩的。松子平日一向温驯，今日竟如此发狂，实在是臣妾有错。太后给他面子，并没有当场发难，还装作一副相信了他说辞的模样。可这不代表事情就真的这么一笔带过了。皇后，你仔细看看吧。俗话说，姜还是老的辣。皇后的这些手段都是太后年轻时玩剩下的。太后虽然是皇后的靠山，但她也是四大爷的母亲，不可能纵容皇后把四大爷的子嗣都搞死。太后摆明了态度，皇嗣是她的底线，她敲打皇后。哀家就让你做皇后，为的就是皇后的宝座一直留在自己人手里。你记着，有些事哀家可以闭着眼看不见，但有些事不行。皇后不得不听了他的话，收敛起来。但皇后的狠毒收得了一时，收不了一世。当甄嬛被囚禁在碎玉轩时，被查出有孕，皇后又一次准备出击。她找到盟友安陵容密谋。那假如是她自己没了孩子呢？臣妾最近听说婉嫔一直郁郁寡欢，可孕中不宜过分伤心，否则会影响胎儿。何止啊！若是到了月份大的时候，不小心就会一尸两命。皇后这次要的不仅仅是甄嬛的孩子，还有甄嬛的命。她想趁机永除后患。太后一眼就看穿了她的想法，直接扼杀在摇篮里，并且命令她去中司门站着反省。3位阿哥，先帝有多少儿子？皇帝连先帝的零头都没有，后嗣稀少也是中宫失德。你去中司门站一会儿，好好想想哀家的苦心吧。3番2次的敲打，让皇后不得不变得小心谨慎起来。太后的态度更是一次比一次明显，让一国之母站在中司门前罚站，就是在告诫她不要再害皇嗣。果然，太后的威严还在，甄嬛顺利生产。皇上，生了，恭喜皇上，是位公主。由此可见，太后的敲打还是有些用的，更不要说梅姐姐是太后亲自推荐给四大爷的。依额娘看，惠嫔端庄纯孝，就好得很。这就相当于是太后的人，是太后有意让梅姐姐和四大爷复合，从中拉红线，还特意送了暖情酒。皇上跟惠嫔娘娘两情相悦，这酒当然是承前花好月圆的欢喜酒了。要知道，太后已经渐渐不管后宫里的事儿了，很少和四大爷的嫔妃们往来。梅姐姐却是最合她眼缘的人。皇后虽然很毒，但不是没有心眼儿的人。什么人可以下手，什么人不适合下手，她是一清二楚。在梅姐姐和四大爷和好不久，就宣布了怀孕。皇上，臣妾有了身孕，实在不宜饮酒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有几个月了？昨儿个觉得身子不爽，传温太医来一瞧，已有2个月的身孕。皇后想对普通嫔妃下手，都要考虑太后，更别说是梅姐姐。她这次有孕，想必太后是最高兴的，根本不会给皇后下手的机会。而皇后也犯不着冒着惹怒靠山的风险去赌，所以擅长权衡利弊的皇后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放任梅姐姐怀孕生产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梅姐姐对皇后是没有威胁的。皇后要害富察贵人的孩子，是因为她怀的是四大爷登基以来的第一个子嗣。妹妹真是有福气的人。可不是呢，这是天赐的福气，说不准还是位阿哥呢。
这个意义可是不一样的。要真是个男孩，必然会对皇后产生威胁，所以他要动手。纯元皇后连着他的孩子，皇后都不喜欢，甚至是憎恶。他一直觉得是纯元皇后的出现才抢走了四大爷，才会让他的大阿哥夭折，自然也不会留。姐姐这时既然有了孩子，不是他的儿子送了我儿子的命吗？我怎能容忍他的儿子坐上太子之位呢？但梅姐姐不一样，她因为假孕的事儿被四大爷误会，从而看出了帝王的薄情。她的高傲让她不再对四大爷有好脸色。四大爷关心她的身体，朕瞧着你气色好多了。梅姐姐冷淡地回：多谢皇上关怀，这都是温太医的功劳。四大爷放下姿态服软：梅儿，从前的事都是朕不好。梅姐姐依旧面无表情，嘴上也不留情。皇上是天子，天子怎会有错？直接送给四大爷一个闭门羹。每一次四大爷来，他都是这个态度。以四大爷的个性，干脆都不来了。而在甄嬛出宫带发修行后，梅姐姐向太后要恩典，自愿搬进碎玉轩。既然碎玉轩现在空着，不如把它赐给臣妾居住吧。一旦梅姐姐进了碎玉轩，就跟恩宠再没有联系。你可曾想清楚了？皇帝倘若对婉嫔还有心结，你一搬进去，就等于打入冷宫了。梅姐姐还是坚持住了进去，这就导致了她常年无宠的局面。一个没有帝王宠爱的女子，对皇后造不成任何威胁，更不会把她放在眼里。这些年，梅姐姐对于皇后而言就是个透明人，一个没有宠爱的嫔妃生出的孩子，也不会对她有什么威胁。更重要的是，梅姐姐怀孕时，甄嬛已经风光回宫，皇后的全部火力都在对向甄嬛。她先是利用静妃不想失去胧月的心理。你说四阿哥这么做，是不是熹妃教的？难道真想把胧月从我这儿夺走吗？娘娘别多心。紧接着便是甄嬛身边的槿汐和苏培盛的事情曝光，皇后想用槿汐来打击甄嬛。熹妃身边的人就是后宫的人，后宫的人本宫就不可以坐视不理。在宫中服侍的人必须自身检点，存天理，灭人欲，才能安心事主，否则不知要生出多少乱子来。熹妃，你还是以大局为重吧。然后又细心安排了一场滴血认亲的大戏，让齐嫔来举报甄嬛私通。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一个又一个难题都是皇后为甄嬛出的，为的就是让甄嬛再次失势。而甄嬛和梅姐姐从始至终都是同一阵营，甄嬛的声势浩大，在后宫的地位如日中天，都要越过她这个皇后了。只有甄嬛倒了，梅姐姐才会一起倒，所以哪有先对付小兵不去捉拿大将的道理。皇后根本没有心力去对付梅姐姐的胎，更别说当时的甄嬛也怀着孕，皇后只想着该怎么把甄嬛的胎打了。当甄嬛回宫的第二天，皇后小队的齐嫔就最先出击。有人耐不住性子了，在回宫的路上插了鹅卵石，害得轿夫滑脚，差点摔了皇儿。哎呀，那个轿辇那么高，要是真的摔下来了，孩子一定会保不住的。没事吧？皇后又想扳倒甄嬛，又想让甄嬛赶快流产，哪儿还有心思想着梅姐姐的胎，简直忙得团团转。皇后不动梅姐姐的胎，一个是不想去挑战太后的底线，还有就是四大爷对梅姐姐的宠爱不多，毫无威胁力。再加上甄嬛又回宫了，双方火力全开，斗得你死我活的，根本没有精力再放到梅姐姐身上。